你没什么？江城抱着双臂，一地的走失，一个半魔人，还有一个被强行转化的高阶走失。他慢慢的说：金灵，你真了不起，杀干净才知道发信号烟花，你怎么不干脆等到自己死了再发算了？那个走失死了。金灵越来越摸不着头脑。你什么意思？江城和金子轩对视一眼，不是你自己杀的吗？这么想想确实蹊跷，几十只走失，那么强大的存在，怎么可能是他一个孩子杀得了的？我不知道，金灵说，像是想起什么似的。他忙道：先说好，我说完了不许打我，也不许骂我，你还敢跟我谈条件？金子轩大怒，你知道自己这次犯了多大的错吗？我杀了几十只，可能有几百只走失。金灵吼回去，我还抓了一个半魔人，你很自豪吗？金子轩咬牙切齿，金大少爷为除罪命都不顾，感天动地。先让他说。江城把手搭在金子轩肩上，面露凶光，说完了再找他算账。娘，你看他们。金灵委屈。好啦，阿玲这次做的是不错。江燕离安慰他，但错了就是错了，等会儿要乖乖听父亲和舅舅的话，该领罚还是要罚。金灵撇过头去，不情不愿的点点头。是我大舅舅的银铃。金灵说，那几十只走失是被银铃镇住的。江燕离眼睛瞬间瞪大，金子轩肩上一痛，江城的手猛地用力，狠狠地攥住了他的肩膀。他顾不上疼痛，只把身体又向下几分，仿佛有个什么东西又在活过来。那个半魔人原本是个叫阿妙的女子，金灵低着头慢慢说道，那些走失就是被他挖了新的尸体，我杀了大约10几只，后来是银铃想起来，镇住了在场所有的走失，然后我就拿剑把他们一个一个除掉了。我觉得这大概是大舅舅银铃的特殊功效吧。江城看着他腰间的银铃，扯着嘴角笑得3分嘲讽，说起来，温家人倒是说过，魏无羡在洞里3天3夜亲自打出这一只银铃，不愧是夷陵老祖，果然不是凡品。金子轩一言不发。想当年他邀请魏无羡来参加金陵的满月宴，却不想被金光善和金子勋利用，在穷奇道劫杀夷陵老祖。他闻讯赶去后，只来得及收下魏无羡手中紧握着的染血的满月礼。这只银铃，金子勋的咒自然是没能解开的。试图屠尽温家人未果后，金子勋亲自向他们赔罪。痛失弟弟的江燕离面无表情，任凭金子勋低头到肩膀发酸，也不肯说出一句原谅的话。从那以后，他便再也不曾踏入金子勋的宫殿半步，也绝不允许金子勋的人踏进他的所属。他不能杀他，也不愿杀他，但他永远不会原谅。还有，金灵犹豫着，最后那具走尸应该是别的什么人杀的。我们赶到的时候，那具走尸已经死了，在场并没有别的灵力使用的痕迹。金子轩道，哪来的什么别的人？真的。金灵道，我看到一个穿白衣的人，身边全是白雾，白衣还有，金灵绞尽脑汁，他扎着一条红色的发带。此言犹如平地惊雷，炸得室中3人俱是一怔。什么样式？江城瞬间压下来，长还是短？头发是散着还是马尾？这人是高是矮？是胖是瘦？我没看到那么多。金灵有些惊吓，但应当是散着的，像这样扎着。金灵说着，把两边的头发各捻起一撮，聚在一起，发带鲜红，挺长的。胖瘦看不清，但应该和舅舅你差不多高。他还做什么了？江城一字一字地说。我马上就昏过去了。金灵不明白江城为什么这么激动，在我昏过去之前，我听见他短促地笑了2声。江城脱力般地坐到地上，江燕离扶着他的臂弯，双手微微发抖。金子轩满手的汗，3个人交换神色，对着金灵的银铃一脸茫然。江城咬着牙，一把扯下金灵的银铃，金灵发出一声惊呼。江城顾不得太多，对着银铃吼道：魏无羡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他边说，一张脸边扭曲起来。金灵从未在他舅舅脸上见过如此丰富的神情，似是欣喜若狂，又像是愤怒万分，说不清是期待还是仇恨。银铃纹丝不动。什么意思？金灵不懂。魏无羡死的那天，
穿的就是一身白衣。金子轩轻声道：“他一贯以红发戴束发，天性潇洒喜笑，深修诡道，故而我们查不到灵力的痕迹。你们的意思是，阿宪的魂魄可能就在其中？”江燕离眼角落下泪水，可嘴角却分明是笑着的。江澄还在对着银铃吼叫，但无论如何咬牙切齿，放出了怎样的狠话，那颗银铃始终表现得像个普通的银铃一般，没有丝毫反应。你这傻逼！江澄举起银铃欲摔，动作到一半又满脸纠结地停下来，发出一声愤怒无比的冷哼，把银铃狠狠扔回床上。